我爸最近沉迷网恋，竟然一口气发展了几百个网恋对象，但却从来不跟他们视频。直到我上了大学才知道，老爸网恋时用的居然是我的照片。他怕我长大了找不到对象，便开始提前挑选儿媳妇。此时正在上课的我，突然收到了无数条好友申请：人间富贵花申请添加你为好友，全国可飞申请添加你为好友，首尔小甜豆申请添加你为好友，甚至连 IP 显示在迪拜、新加坡的账号都一股脑的发来好友申请。光看头像和昵称，就知道这些人的经济条件差不了。不是，我最近也没乱加人啊，这都什么情况？我正一头雾水的时候，我爸的微信消息先弹了出来：儿子，爸给你提前筛了180个儿媳妇儿，都是条件好的姑娘，我都聊得差不多了，就说换了微信号，让他们加你了，你好好把握。我靠，爸你疯了？你拿我照片跟人网恋？那不然呢？你小子天天窝在学校里，连个女生的手都没牵过，爸再不帮你一把，你以后打光棍怎么办？放心，爸都帮你把过关了，个个都是白富美。180个？你一口气聊了这么多，你就不怕露馅吗？露什么馅？我又不跟他们见面，全用的你的照片，你的信息聊得差不多了，就甩你的微信号，剩下的就看你自己了。我看着手机屏幕，只觉得头皮一阵发麻。我亲爹拿我的照片网恋了上百个白富美，现在全找上门来了。这要是露馅了，我以后在学校还怎么混？就在我脑子一片空白的时候，一道冰冷的机械音突然在我脑海里炸响。恭喜宿主成功绑定电吹成真系统，宿主父亲主动对外吹的所有牛逼，经宿主亲口承认后，将100%化为现实。本系统致力于帮宿主光宗耀祖，走上人生巅峰。我操，系统爹吹的牛逼认了就能成真？我瞬间反应过来，眼睛都亮了。我爸刚才吹的那些牛逼，这不正好能用上吗？我赶紧点开微信的新消息列表，最先弹出来的是那个叫首尔小甜豆的账号，头像是个长相甜美的韩国妹子 ，IP 地址显示在国内滨海市。你好，我是从韩国来的交换生，想交一个中国男朋友。我的要求是对方必须精通韩语。之前你说自己的韩语是母语级，能做同声传译，这是真的吗？我靠，我爸这牛逼吹的也太没边了，我韩语连及格都费劲，还母语级同声传译。但我转念一想，我有系统啊，怕什么？是的，没错，我的韩语水平确实是母语级，同声传译完全没问题。我消息刚发出去，脑海里的系统提示音立刻就响了。丁，您父亲吹的牛逼已成功兑现，恭喜宿主获得韩语母语级能力，附带同声传译顶级水准。一瞬间，无数的韩语词汇、语法、句式疯狂涌入我的脑海。之前跟天书一样的韩文，现在看着跟母语中文一样轻松，甚至连韩国各个地区的方言，我都能张口就来。就在我沉浸在获得新技能的狂喜中时，旁边的室友张扬用胳膊肘狠狠对了我一下。老林，老师叫你呢，起来回答问题。我猛地抬头，发现整个阶梯教室的人都在回头看我，包括坐在第一排的校花江若曦，讲台上的韩国外教金老师正皱着眉看着我。林墨同学，黑板上的这段韩文你能翻译一下吗？顺便给大家讲解一下里面的语法难点。全班同学瞬间都憋起了笑，谁都知道我是班里出了名的韩语学渣，每次考试都是擦着及格线过。现在外教叫我翻译超纲的韩文，摆明了是要抓我上课睡觉的典型。林墨肯定要出丑了，就他那韩语水平，连基础的对话都费劲。可以，没问题。我一脸淡定地站起身，径直走向讲台，拿起粉笔，在黑板上飞速写下了这段韩文的中文翻译，顺带把里面的3个高阶语法难点用韩文标注得清清楚楚，甚至还补充了3种更地道的替换句式。金老师看着黑板上的内容，脸上的表情从不满慢慢变成了震惊，最后直接瞪大了眼睛。不是吧，这哥们儿不会是瞎写的吧？看金老师脸都绿了，肯定是乱写一通。完了完了，这下要被骂惨了。只有坐在第一排的江若曦，小脸瞬间写满了错愕。他是班里的韩语课写满了错愕，他是班里的韩语课代表，更是韩语大赛的1等奖得主。他一眼就看出来，我写的翻译和语法标注不仅全对，甚至比外教给的标准答案还要精准地道。怎么可能？林墨怎么可能会这些？他之前连基础单词都背不下来。金老师回过神，当场用一口地道的首尔方言跟我聊起了这段文字的背景和深层含义。我也丝毫不慌，用同样地道的首尔方言接话，甚至还随口聊起了韩国的本土文学，聊得金老师频频点头。整个阶梯教室彻底炸了，所有人都一脸懵逼地看着讲台上的我。不是大哥，你还真会啊，我还以为你是瞎编的呢，没想到你来真的。我咋感觉他韩语说的比外教还正宗？江若曦的脸色越来越难看，因为我和金老师聊的高阶内容，她连一句都听不懂。她死死地盯着讲台上的我，心里掀起了惊涛骇浪。林墨追了我整整2年，为了我放弃了中传的录取通知书，来了这个2本院校。之前他连跟我说句话都紧张，怎么突然韩语变得这么厉害？难道他是为了我偷偷把韩语学到了这种程度，就是为了在课堂上引起我的注意？真是太幼稚了。聊到最后，金老师主动握住了我的手。林墨同学，从今天起，我的韩语课你可以自由活动，不需要签到，也不需要完成任何作业。
欢迎你随时来跟我交流韩语文学。此话一出，全班同学更是倒吸一口凉气。自由活动，说白了就是想上就上，不想上就不上。这也意味着我的韩语水平已经远远超过了外教本身。整整一堂课，江若曦都心不在焉，眼睛时不时地往我这边瞟，满脑子都是我刚才在讲台上的样子。下课铃刚响，我的手机又震了，是那个叫晚风告白的账号发来的消息，也是我爸给我聊的富婆之一。小伙子，我已经到你们学校门口了，你什么时候下课呀？我靠，直接杀到学校门口了！爸连我在哪个学校都跟人家说了，说好的网恋，怎么还直接奔现了啊？我瞬间就慌了，这要是被人家发现之前跟他聊天的是我爸，不是我，直接在学校门口闹起来，我以后就真的没脸见人了。发现之前跟他聊天的是我爸，不是我，直接在学校门口闹起来，我以后就真的没脸见人了。我正不知道该回什么的时候，对方的消息又一条接一条的弹了过来。小伙子，你怎么不回我消息啊？难不成不想跟我奔现了吗？我都在门口等你快半个小时了。死马当活马医吧，先稳住再说。我现在刚下课，还有点事儿要处理，大概10分钟就到门口。我刚发完消息，一抬头就看到江若曦带着2个闺蜜径直朝我走了过来，瞬间吸引了整个教室的目光。江若曦的2个闺蜜张彤和吴楠楠一左一右的跟在她身边，满脸的优越感。哟，这不是我们的韩语小王子吗？刚才在讲台上可真威风啊！林墨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有事儿吗？我皱了皱眉，语气里带着明显的不耐烦。我现在满脑子都是门口的富婆，根本没心思跟她废话。江若曦看到我的态度，眉头瞬间就皱紧了。原本还想委婉点说，给我留点面子，现在看到我这副样子，再加上周围围观的同学，她索性也不装了。对，确实有事。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为我做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，比如今天韩语课上的事。我明白你这么做就是想引起我的注意，但我想说的是，我对你没感觉，我们根本不合适。希望你能成熟一点，不要再把时间浪费在如何引起我的注意这种无聊的事情上。不是，你等会儿，谁说我学韩语是为了引起你的注意？这还用说吗？我们若曦是韩语课代表，你不是为了她，难道还是为了别人不成？美女，我兄弟学韩语真不是为了江若曦，他刚谈了个韩国交换生女朋友，才特意练的韩语。上课的时候我亲眼看到他俩聊天记录了。什么聊天记录？我看就是个幌子吧。你兄弟追了我们若曦2年，你说他谈对象了，谁信啊？就在张扬撸起袖子准备跟他们掰扯的时候，校门口的方向传来一阵引擎的轰鸣声，一辆纯白色的劳斯莱斯闪灵缓缓停在了校门口的公交站台旁。这辆落地价超过700万的顶级豪车，瞬间就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。我靠，劳斯莱斯闪灵，我的梦中情车，这也太帅！劳斯莱斯闪灵，我的梦中情车，这也太帅了吧！大佬，绝对的大佬！就连一向高傲的江若曦也忍不住转头看向那辆豪车，眼里满是羡慕。下一秒，副驾车窗缓缓降了下来，驾驶位上一个长发垂肩、戴着墨镜的绝色美女冲我笑着招了招手，那张脸的颜值根本不是江若曦能比的。Hello， 林墨同学，让你久等了，我是晚风告白，很高兴认识你。我直接愣住了，这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。眼前的女人颜值比当红女明星还要能打，一身高定套装，浑身上下都透着高贵优雅的气质，仿佛一件完美无瑕的艺术品。江若曦也看清了车里的女人，瞬间瞳孔地震，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。她从小到大都是被无数男生追捧的校花，对自己的颜值向来有绝对的自信，可在这个女人面前，她第一次觉得自惭形秽。车里的美女看到我愣在原地，眼里闪过一丝玩味，故意提高了嗓门，用一种无比亲密的撒娇语气冲我开口：亲爱的，怎么站在那里不动呀？我肚子都饿了，快带我去吃。我开口：亲爱的，怎么站在那里不动呀？我肚子都饿了，快带我去吃饭吧。围观的同学瞬间就炸了，全场一片哗然。我操，亲爱的，这美女竟然是林墨的女朋友，开劳斯莱斯的超级白富美竟然是林墨的对象，难怪人家看不上江若曦，这差距也太大了吧。好啊，我们走吧。我说完直接拉开副驾车门坐了进去，车里瞬间响起了我俩有说有笑的声音。亲爱的，你带我去吃麻辣烫好不好？就去你说的那家藏在巷子里的老店。行，就去那家。亲爱的，你对我真好。纯白色的劳斯莱斯缓缓驶离，留下校门口一群石化的学生，还有脸色惨白的江若曦。原来人家学韩语真不是为了江若曦啊，有这么漂亮的白富美女朋友，谁还看得上她啊？刚才江若曦那番话也太自作多情了吧。江若曦站在原地，手指死死地攥在一起，指甲都快嵌进肉里了。她终于明白为什么上了大学之后，我再也没有纠缠过她，甚至连跟她说话都带着不耐烦。原来我早就遇到了比她好100倍的女生。刚才那番自作多情的话，现在就像巴掌一样，狠狠地扇在她的脸上，烧得她脸颊生疼。劳斯莱斯驶离了学校的视线之后，我和苏青言十分默契地停止了表演。你本人和网上不太一样，网上跟我挺能聊的，怎么见面还害羞上了？其实我有点社恐，尤其是见到美女就不知道说些什么。特喵的，关键是在网上跟你聊的人不是我啊，姐姐。其实你本人和微信里给我的感觉也不太一样。你是说我的名字和头像吗？现在不就流行反差大吗？对了，我刚才在远处观察你们好半天，感觉你好像很不想理那个女生的样子，所以才演了一出好戏，
帮你摆脱掉。我刚刚帮了你，现在该你帮帮我了。首先我们正式认识一下，我叫苏清言，今年24岁，目前在我爸的公司延翠集团做执行总裁。我直接呆住了，延翠集团那可是国内顶我直接呆住了，延翠集团那可是国内顶流的美妆巨头，全国线下门店超过3000家，市值千亿。苏清言是集团董事长的独生女，未来的唯一继承人，妥妥的未来千亿女总裁。我叫林墨，今年20岁，目前就读于滨海传媒大学。这些你之前在微信里都跟我说过，接下来我就有话直说了。我家里一直逼我结婚，可我现在别说结婚了，恋爱都不想谈。但他们隔3差5就给我安排相亲，我快要烦死了，所以我干脆自己谈一个。咱们在网上聊得挺好，你假装和我在一起，帮我应付一下家里。你放心，不会让你白辛苦。事成之后，你想要什么回报都可以，钱不是问题。想要份体面的工作，我也能给你安排。我瞬间就明白了他的意思，念在他刚才帮我甩掉了江若曦那个麻烦，再加上我爸拿我照片骗了人家，我最终还是点了点头。行，那我试试吧，不过事先说好，眼砸了可别怪我啊。放心，还是点了点头。行，那我试试吧，不过事先说好，眼砸了可别怪我啊。放心，我不会怪你的，你不用表现得太刻意，越自然越好。今天就跟我回趟家吧，早点带你见我爸妈，也图个清静。那我见面了，跟你爸妈聊啥啊？不需要提前做功课吗？完全不需要，你在微信里怎么跟我聊的，一会你就怎么跟我爸妈聊。苏清言心里打着自己的小算盘，他就是想用这种方式向他爸妈表示抗议。家里人给他找的相亲对象全都是豪门公子哥，上市公司继承人，要是爸妈知道自己跟一个普通大学生谈恋爱，肯定得当场气晕过去。最重要的是，这个大学生还有个致命的缺点，太能吹牛了，跟他在网上聊天的时候，把自己吹得跟神一样，无所不能。而他的爸妈最讨厌的就是爱吹牛的人，这也是他带我回家的主要原因。我先翻一翻咱俩的聊天记录，回忆一下咱们之前都聊过啥。别费劲了，我帮你回忆回忆吧。你之前不是跟我说过，你能预判未来10年的风口行业吗？终于等到了我爸吹过的牛逼，我当然要承认。没错，我确实能预判未来的风口行业。系统的提示音瞬间在我脑海里响起。丁，您父亲吹的牛逼已成功兑现，恭喜宿主获得技能红利之眼，可精准预判未来10年的红利行业，提前抓住风口，获得巨额投资回报。看到技能到手，我的嘴角忍不住微微上扬。你既然这么懂投资，一会见到我爸妈，你就跟他们聊这个就行。对了，我记得你之前还和我说过，你能一眼看穿古董字画的真假。没错，我确实能一眼看穿古董的真假。丁，您父亲吹的牛逼已成功兑现，恭喜宿主获得技能鉴宝灵眼，可看穿一切古董珍宝的真伪、年份与市场价值。这小子当着我的面吹牛，脸不红心不跳是吧？之前在微信里把汝窑瓷器说成龙泉窑，我就知道他对鉴宝一窍不通。等回到家看你鉴宝一窍不通，等回到家看你怎么露馅。我爸很喜欢收藏古董字画，你这鉴宝的本事正好能发挥出来。一会见到我爸，你记得多表达一下自己的观点和看法。很快，劳斯莱斯驶入了云顶1号别墅区，这里是滨海市的顶级富人区，住的全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每一栋别墅的价值都超过1个亿。苏清言把车停好，看到门口停了一辆黑色的宾利飞驰，眉头瞬间皱了一下，脸色有些难看。苏清言带着我走进别墅，保姆躬身为我们打开门。一进客厅，我就看到沙发上坐着3个人，苏清言的父母，还有一个穿着一身奢侈品的年轻男人。那个年轻男人身材偏瘦，手上戴的手表是满钻的百达翡丽，浑身上下都透着一股富二代的优越感。妍妍，你回来了呀，这位是……苏清言十分自然地挎住了我的胳膊。妈，这是我的男朋友林墨。男朋友3个字一出，客厅里的3个人脸上全都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。妍妍，你什么时候谈的男朋友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我和你说过多少置信的表情？妍妍，你什么时候谈的男朋友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我和你说过多少回了，妍妍是我爸妈叫的，你没资格这么叫我。青言，你怎么跟小陈说话呢？妍妍，不是妈说你带男朋友回来这么大的事，你怎么不提前跟我们说一声呢？你们给我安排相亲的时候，不也没和我说吗？小伙子，别光站着了，坐下聊。好的，阿姨。大家坐下之后，我做了个简单的自我介绍。叔叔阿姨好，我叫林墨，今年20岁，是妍妍的男朋友。苏清言听到我叫他妍妍，并没有表现出任何不满，这个细节被陈子昂看在眼里，他的眉头瞬间皱紧了。20岁，小兄弟，你大学还没毕业呢吧？对，下半年开学上大3。你读的哪所学校？学的什么专业？滨海传媒大学新媒体专业。哦，我知道这个专业，我们家公司的新媒体运营好多都是这个专业毕业的，1个月也就几千块钱工资。你别误会哈，我没别的意思，你这专业挺好，不像我，之前在哈佛读金融，天天跟数字打交道，枯燥得很。听到这番话，在场所有人的脸色都变得非常难看，我只是笑了笑，没有多说什么。小林啊，
你是什么时候和我家妍妍在一起的？我们已经在一起1年了。那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过？我俩之前一直是网恋，最近刚刚奔现，这不奔现了，才想着跟你们说。是，网上什么人都有，网恋是最不靠谱的。你们几个叽叽喳喳的，吵得我脑袋疼，能不能让我清静清静？看到苏建国要生气了，大家全都闭上了嘴。苏建国全程没有跟我说一句话，甚至都没有正眼看我一眼。苏青言看到这一幕，心里偷偷乐开了花。他知道他爸这是被气到了。陈子昂看到苏建国对我不闻不问，心里那叫一个得意。他打算趁热打铁，借着这个机会好好表现一下自己。对了，叔叔，我知道您爱收藏古董文玩，今天特意给您带了份礼物。陈子昂说完，从身边拿出一个精美的檀木盒子，戴上白手套，小心翼翼拿出一个精美的檀木盒子，戴上白手套，小心翼翼地打开盒子，从里面取出一只巴掌大小的青花瓷瓶。苏建国看到这只瓷瓶之后，两眼瞬间就亮了。叔叔，这只青花瓶是我花大价钱从一个香港收藏家手里收来的，明代永乐年间的青花缠枝连纹瓶，官窑出品，保存完好，送您当个小摆件。小陈啊，这么贵重的礼物，我怎么好意思收下呢？叔叔您千万别客气，宝物赠英雄，这东西放在您这儿才有价值。让你破费了，有机会叫上你父亲，咱们抽空一起聚聚。好的，叔叔。陈子昂说完，十分得意地看向我。哥们儿，你今天运气挺好，有幸目睹永乐青花瓶的风采。来，别不好意思，凑近点看看，这种宝贝你以后可能都没机会再见到。我刚获得了鉴宝灵眼，正好想试试这个技能好不好用。那我就沾叔叔的光，瞧瞧这个罕见的宝贝。我说着走到瓷瓶面前，鉴宝灵眼瞬间启动，双眼扫过苏建国手中的瓷瓶，眉头慢慢皱了起来。你这东西，我这东西扫过苏建国手中的瓷瓶，眉头慢慢皱了起来。你这东西，我这东西怎么了？你这东西好像不是明代的呀？不是明代的，难道比明代更久远？那我岂不是捡了个大便宜？其实这个瓷瓶是陈子昂从潘家园花20万收来的，当时周围的人都说这东西至少是明代起步，保守能卖100万。现在看到我一副很懂行的样子，他还以为自己捡漏了。那你说说，这是哪代的？现代的？现代的？你他妈放屁！陈子昂差点气到骂街，刚要发作，苏建国突然开口了，这是他今天跟我说的第一句话。小伙子，你懂瓷器？略懂。那你是如何看得出来这只瓷瓶是现代仿品？叔叔，您把瓷瓶给我看看。我接过苏建国手中的瓷瓶，一边用手摩挲着瓶身的纹路，一边开口解释。永乐青花用的是进口的苏麻离青料，发色浓艳，有自然的铁锈斑深入胎骨，而这只瓶子上的铁锈斑是人工用胶料点上去的，浮在表面，一摸就能摸出来。再看这瓶身的缠枝连纹，有缠枝连纹，永乐器物的纹饰，线条流畅，布局疏朗。而这只瓶子的纹路是电脑排版机器雕刻的，线条僵硬，连笔触的顿挫感都没有。最后看底款，永乐官窑的款制，只有永乐年制4字篆书，笔道圆润。而这瓶子的底款不仅写错了，连字体都是电脑里的楷体。综上所述，我初步判断这是一件电脑排版机器烧制的现代工艺品。至于收藏价值，这东西在景德镇批发价不超过50块。这番话直接把陈子昂惹怒了。你说话注意点，这只瓷瓶我花了200多万收回来的，你跟我说连50块都不值，你要是不懂就别瞎说，这明明就是明代永乐官窑青花瓶。也许小林说的没错呢。叔叔，您不会真的相信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大学生吧？就凭这么几句话就说我这是现代工艺品，完全说不通。就在局面变得僵持不下的时候，我突然没头没脑的来了一句：你看过小猪佩奇吗？没有。怎么了？我拿出手机。你看过小猪佩奇吗？没有。怎么了？我拿出手机搜了一下小猪佩奇的动画图片，举到陈子昂面前。你仔细看看，这瓷瓶上的缠枝连纹是不是跟小猪佩奇踩过的泥坑一模一样？还有这瓶底的款制，跟动画片里的字体不能说很像，只能说完全一致。要么明代就有小猪佩奇，要么你这东西是假的。陈子昂凑近屏幕看了一下，又对照了一下瓷瓶上的纹路，瞬间就被噎得无话可说，脸一会红一会黑。没事，多看看动画片。如果你看过小猪佩奇，你也不至于被骗200多万。一旁的苏青言忍不住笑出了声，张淑琴和旁边的保姆憋笑都快憋出内伤了。小陈啊，你一番好意，叔叔心领了，东西就算了。叔叔，对不起，我是真不知道这东西是假的。没事，这不能怪你，谁让你没看过小猪佩奇呢？陈子昂听到小猪佩奇4个字，脸都绿了，却又无法反驳，只能在一旁尴尬的陪笑。小林啊，既然你对古董有了解，我书尴尬的陪笑。小林啊，既然你对古董有了解，我书房里这些东西你也帮我长长眼吧。苏建国带着我来到了旁边的书房，书房里摆满了各种藏品。苏建国随手拿下来一件递给我，这是康熙年间的青花山水笔筒，民窑精品，画工一流，叔叔您放在书房正合适。好眼力。那这个呢？这是乾隆年间的和田玉扳指，官造出品，玉质细腻，包浆老道。可以啊，连这都能看得出来。那这件呢？我和苏建国在书房里聊得热火朝天，完全把客厅里的人忘了。陈子昂捧着他的小猪佩奇青花瓶，
坐在沙发上尴尬的要死。客厅里陷入了令人窒息的沉默，苏青言也彻底看愣了。他没想到我竟然真的懂鉴宝，完全不是之前在微信里那个什么都不懂的吹牛小子。难道他之前在微信里都是故意逗我的？过了十几分钟，我和苏建国从书房回到客厅，看得出来，苏建国就跟遇到了知己一样，脸上写满高兴。平时他收藏的这些东西，家里人根本不懂。今天我出现之后，能把他的藏品讲得明明白白，这让他心情大好。刚跟小林聊了一回古董文玩，接下来说点正事。咱们苏氏集团跟小陈他们家的盛虹集团一直是盟友关系，很多风口行业都是我们两家一起投资。今天小陈来咱们家，主要是代表盛虹集团，想要和咱们苏氏集团共同投资一个新风口项目。既然妍妍回来了，那咱们就一起讨论讨论，看看这个项目的价值如何。苏青言瞬间就明白了，原来陈子昂今天来根本不是单纯的找他，而是来拉投资的。陈子昂赶紧拿出了项目书。是这样的，叔叔，我们盛虹集团打算进军新能源共享汽车行业，想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占领整个滨海市的市场。我们的计划是在滨海市投放1万台新能源汽车，覆盖所有商圈、小区、交通枢纽，打造全国最大的城市共享汽车网络。这个项目一旦落地，未来前景不可限量。我们一轮融资目标是2个亿，考虑到和叔叔您的关系，特意给您留了50%的股份。叔叔您觉得我们这个项目怎么样？苏建国没有说话，他心里门清，说什么留了50%的股份，说白了就是让他一个人掏1个亿。这个项目听起来噱头十足，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，这就是个割投资商韭菜的杀猪盘。他不想跟盛虹集团闹得太难看，可又不想当冤大头，白砸1个亿进去。就在气氛变得无比尴尬的时候，我默默开了口：在滨海市搞共享汽车，你是认真的吗？陈子昂的嘴角瞬间抽动了一下，刚才古董的事情我让他丢尽了脸，他正愁没机会让我出丑，现在我自己往枪口上撞。怎么，你对新能源行业感兴趣？我对夕阳产业不感兴趣，不懂就不要瞎说。你哪只眼睛看出来新能源是夕阳产业？不是夕阳产业，你为啥要靠共享汽车来消化你们家卖不出去的库存车？一句话直接戳中了陈子昂的痛处。我那是蹭新能源的热度，抓住下一个风口。可是共享的痛处，我那是蹭新能源的热度，抓住下一个风口。可是共享汽车的风口5年前就凉了啊！你懂什么是风口吗？我可是哈佛投资专业的高材生，你一个新媒体专业的大学生，懂什么投资？小陈啊，话可不能这么说，学历不能代表一切。就像刚才的青花瓶，那不是靠学历就能辨别出来的。既然小林对这个项目有自己的见解，那就不妨让他说说看，大家各抒己见，公平讨论。好，那我倒要听听林老弟有什么高见。小林啊，听你刚刚的意思，你对这个共享汽车项目很不看好，对吗？对，别说投1个亿了，就算投100万都是打水漂。此话怎讲？叔叔，您看，滨海市是全国地铁线路最密集的城市之一，16条地铁线覆盖了全市90%以上的区域，起步价2块钱就能坐遍全城。而共享汽车起步价就是30块钱，还车必须到指定网点，停车费还要用户自己掏。同样的路程，坐地铁2块钱，打网约车20块钱，谁会花30多块钱去开一辆不知道被多少人造过的共享汽车？这确实是个问题。滨海市地铁覆盖广是事实，但同样，共享汽车的自由度是地铁比不了的。我们的客户群体是那些有短途出行需求又不想挤地铁的年轻人。滨海市光常住人口就有2000万，我们做过预算，只要有1/1000的人成为我们的客户，也就是2000个人，这个项目就能盈利。1/10的转化率简直太轻松了。2000万人里找2000个用户确实不难。对啊，叔叔，这个门槛已经很低了。小林，你觉得1/10的转化率怎么样？叔叔，我觉得这2000万人里没有一个会去开他的共享汽车。你他妈简直是胡言乱语！2000万人的城市找不出2000个开共享汽车的人，你懂不懂商业逻辑？懂不懂投资？陈子昂彻底炸了。商业逻辑，懂不懂投资？陈子昂彻底炸了，脸涨得通红，指着我的鼻子就开始吼。他好不容易说服苏建国对项目动了点心思，结果被我一句话直接打回原形。小陈，注意你的言辞，让小林把话说完。叔叔，我不是在开玩笑。我问你，你们盛虹集团要投放的这1万台共享汽车，是不是你们自家车企生产的，库存了快2年的滞销款，续航标称300公里，实际开空调只能跑150公里的那种？你怎么知道？陈子昂的声音瞬间就虚了，眼神躲闪，不敢再看我。我不仅知道这个，我还知道你们连充电桩都没谈好。整个滨海市，你们签约的合作充电桩不超过50个，还全在郊区。用户开着你的车，跑着跑着没电了，找个充电桩要跑10几公里。
换作是你会开吗？还有滨海市的核心商圈，一个停车位1小时就20块钱，你们的车停在商圈网点，一天光停车费就要200多，这笔成本，你们的车停在商圈网点，一天光停车费就要200多，这笔成本你算在谁头上？算在用户头上。用户开一次车，光停车费就要几十块，谁愿意当这个冤大头？不算在用户头上，你1万台车，一天光停车费就要200多万，你1个亿的融资构成1个月吗？最关键的是，共享汽车的违章处理、事故追责、保险理赔，全都是烂摊子。前几年倒了几十家共享汽车公司，尸骨还没凉透呢。你现在跳进来，不是创业，是找死。说难听点儿，你这个项目就是想拿苏叔叔的1个亿消化你们家卖不出去的库存车，顺便捞一笔回扣，根本就没想过盈利。我一口气把所有问题全都说透，客厅里瞬间鸦雀无声。苏青言捂着嘴，眼里满是震惊。张淑琴也一脸难以置信地看着我。苏建国靠在沙发上，手指轻轻敲着膝盖，眼里的欣赏藏都藏不住。小陈，小林说的这些是不是真的？叔叔，不是的，你别听他胡说八道。他一个大学生，懂什么项目运营？他就是故意针对我。够了，小陈啊，我觉得小林刚才的分析非常有道理。你们这个项目风险太高，漏洞太多。至于投资的事情，苏氏集团这次就不参与了。苏建国一句话直接给这个项目判了死刑。陈子昂的脸瞬间惨白，他这次来的核心目的就是拉这1个亿的投资，现在被我几句话直接搅黄了。对啊，现在大家出门要么地铁，要么网约车，谁还开共享汽车啊？我身边的朋友连租车都嫌麻烦，更别说共享汽车了。苏青言说着，直接凑过来抱住了我的胳膊，脑袋靠在我的肩膀上，当着所有人的面秀了一波恩爱。亲爱的，你真棒，一眼就看出这个项目有问题，还好没投。陈子昂看着自己惦记了好几年的女人跟我亲密的靠在一起，恨得咬牙切齿，眼睛里都快喷出火气，来了。钱没赚到，人还被抢了，妥妥的人财两空。林默，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。你说共享汽车这个风口不行，那你说说哪个风口行？你要是说不出来个1、2、3，你今天就是纯抬杠。陈子昂破罐子破摔，打算给我挖个坑。不管我说什么风口，他都要唱反调。只要我说错一句，他就能狠狠地嘲讽我，把丢的面子找回来。苏青言瞬间就看出了他的心思，抱着我胳膊的手暗暗用力，示意我不要接茬。他心里清楚，我之前在微信里跟他聊投资，全是我爸吹的牛逼，他以为我刚才只是歪打正着，怕我一开口就露馅。爸，林默他学的是新媒体专业，跟投资又没什么关系。未来风口这种事，谁能说得准啊？咱们家做了几十年生意，也没把握精准预判下一个风口，更别说他一个还没毕业的大学生了。刚才分析我们项目的时候说的头头是道，怎么现在让他说个风口就不敢说了？我看他就是不懂装懂，纯瞎蒙的。小林，既然我看他就是不懂装懂，纯瞎蒙的。小林，既然小陈当局者迷，那你这个旁观者就说说你对未来风口的看法，我也听听你们年轻人的眼光。叔叔说的太对了，我现在特别想听听林老弟的高见，请你指点迷津。陈子昂说着，还冲我做了个挑衅的请的手势，一脸的幸灾乐祸，就等着我出丑。爸，你就别为难他了。我怎么就为难他了？就是聊天而已，你未免想太多了。苏建国的脸色有些不悦，苏青言不敢再多说什么，抓着我胳膊的手更用力了。我轻轻拍了拍他的手，示意他放心，我有红利之眼，别说一个风口了，未来10年的风口我门儿清。叔叔说的对，就是聊天而已，不过我有点为难，我预判未来赚钱的行业比较多，不知道叔叔想听哪一个。此话一出，客厅里所有人都懵了，本以为我一个风口都说不出来，结果人家是风口太多，不知道从何说起。陈子昂直接嗤笑出声，脸上的嘲讽都快溢出来了，就等着我说出什么可笑的言论，好狠狠地打我的脸。哦，有底气，那你就随便说几个，我们洗耳恭听。好，那我就简单说说，就说未来3年最容易落地变现的3个风口。第一个，竖屏短剧赛道。现在的人时间越来越碎片化，长视频没人看，电影电视剧动辄几十集，大家根本没耐心追。而竖屏短剧1集1分钟，10集一个小高潮，30集一个反转，上厕所的功夫就能看完一个故事，完美适配碎片化时间。目前这个赛道还处于野蛮生长期，入剧门槛低，变现能力极强，一部成本50万的短剧，流水能做到上亿，毛利超过90%，这是目前所有行业里投产比最高的赛道，没有之一。第二个，本地生活私域赛道。现在线下实体店生意越来越难做，获客成本越来越高，而本地生活私域就是把同城的用户全部沉淀到私域里做精准匹配，比如同城美食、同城家政、同城相亲、同城闲置，甚至同城陪玩陪诊。就拿滨海市来说，2000万常住人口，只要沉淀100万同城精准用户，1年变现1个亿，轻轻松松，毛利能做到60%以上。
第3个，银发经济赛道。现在我国老龄化越来越严重，退休的老人越来越多，他们手里有钱有闲，消费能力极强，但是市面上针对老年人的产品和服务还非常稀缺，比如老年文旅、老年兴趣班、老年健康管理、老年社交，这些都是未来10年确定性极强的黄金赛道。我有条不紊地分析着，客厅里所有人都沉默了。刚才准备唱反调的陈子昂直接变成了哑巴，他竟然找不到任何一句能反驳的话。我的分析一针见血，数据精准，逻辑闭环，说服力极强。苏建国彻底坐不住了，身体微微前倾，眼里满是震惊和欣赏。彻底坐不住了，身体微微前倾，眼里满是震惊和欣赏。他做了一辈子投资，见过无数金融高材生，却从来没见过一个20岁的大学生能有这么超前的商业眼光，这么精准的行业判断。小林，你刚刚说的短剧赛道有具体的变现思路和落地计划吗？有的，叔叔。那如果我给你投800万，你需要多久能把这个项目跑通，做到盈利？800万足够，3个月之内我能做到单月流水破1000万，6个月之内回本盈利。我的语气无比自信，红利之言已经给了我完整的落地路径，甚至连未来1年的爆款短剧题材我都一清二楚。不过具体的落地细节涉及到商业机密，有外人在，不太方便讲。苏建国瞬间就明白了我的意思，他看了一眼旁边的陈子昂，脸色瞬间冷了下来。小陈啊，我看时候不早了，你是不是还有事要忙？陈子昂还处于懵逼当中，听到苏建国下了逐客令，才反应过来，赶紧站起身。哦，对，那叔叔阿姨，我就不打扰你们了。老张送客。跟着苏建国多年的老管家立刻走了进来，把陈子昂请了出去。陈子昂抱着他的檀木盒子，灰溜溜地离开了别墅，连头都不敢回。别墅大门关上的那一刻，陈子昂站在门外，气得浑身发抖，抬手就把手里的青花瓶狠狠砸在了地上。我去你妈的小猪佩奇！林墨，老子跟你没完！陈子昂回到车里，立刻拿出手机打了个电话，对着电话那头骂骂咧咧了半天。给我找几个手脚利索的人。滨海传媒大学大2学生林墨，学新媒体的，把他2条腿给我打断，记得拍照片拍视频，我要让他跪在我面前磕头认错，让全校的人都看看跟我抢女人坏我好事的下场。挂了电话，陈子昂一脚油门踩到底，宾利飞驰咆哮着驶离了云顶1号别墅区。别墅里，陈子昂走后，我和苏建国聊了整整1下午，从短剧赛道的选题、拍摄、投放、变现，到本地生活私域的搭建、运营、转化，再到未来全球经济的走势，我聊得头头是道。苏建国彻底被我的商业眼光和城府震惊了，他不敢相信这些话是从一个20岁的大学生嘴里说出来的。我的专业程度甚至比他集团里那些年薪100万的投资总监还要高。聊到最后，苏建国当场拍板，给我的短剧项目投资800万，占股20%。不仅如此，他还把苏氏集团旗下的传媒公司免费给我使用，拍摄团队、场地、设备全部给我配齐。张淑琴也对我满意的不行，一开始他还以为我是苏青妍随便找来糊弄他们的，现在彻底打消了疑虑，甚至偷偷拉着苏青妍夸她找男朋友的眼光好。聊完投资的事情，苏建国和张淑琴极力挽留我在家里吃饭，我以学校晚上有课为理由婉拒了。学业为重，那叔叔就不强留你了，让妍妍开车送你回学校。我之所以急着走，根本不是因为什么晚自习，而是我的手机从下午开始就一直震个不停。我通过了几十个富婆的好友申请之后，微信消息就没断过。可惜我一下午都在跟苏建国聊投资，根本没时间看。刚才手机直接没电自动关机了。我急着回学校，就是想赶紧给手机充上电，跟微信里的富婆们聊天，承认我爸吹过的牛逼，让更多的牛逼变成现实。回学校的路上，我坐在副驾，用车上的数据线给手机临时充电。苏青妍握着方向盘，脑袋里乱糟糟的，心情复杂到了极点。他今天原本的计划是带我回家气他爸妈，结果没想到他爸妈不仅没被气到，反倒对我满意的不行。我不仅把陈子昂收拾得无地自容，还拿到了他爸800万的投资，一切都像做梦一样。虽然剧情没按他的计划走，但他想要的目的达到了，他爸妈再也不会催他结婚，也不会给他安排那些豪门公子哥相亲了。苏青妍一边开车一边偷偷瞄着身边的我，不得不说，我的颜值完全长在了他的审美点上，性格开朗，幽默风趣，还有这么强的能力，他的心跳不知不觉的就快了起来。原来你没有跟我吹牛。什么吹牛？就是你之前在微信里跟我说的呀，你能一眼看穿古董真假，能预判未来赚钱的行业。我还以为你跟我吹牛呢，没想到你真的这么厉害。你是说今天的事情啊？对啊，吹牛多没意思啊！我在微信上跟你说的都是真的。现在我信了，全都信了。你是个好人，今天的事情谢谢你。怎么还发上好人卡啦？不是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想说今天真的谢谢你帮我解决了这么大的麻烦。是我该谢谢你，谢谢你给我机会忽悠你爸投了800万。小意思，正好我爸给我省钱了，要不然我也得自掏腰包雇你演我男朋友。我靠，你原本打算掏多少钱雇我？我原本打算掏20个 W， 现在我爸给你投资了800万，就顶接下来1年，你假装我男朋友吧。好家伙，包年呐！对，包年，西西，你放心，
你假扮我男朋友这段时间，你在学校该谈女朋友就谈，我绝对不会影响你的感情生活。私底下你叫我姐姐就行，见了我父母你就叫我妍妍，或者更亲密的称呼。最重要的是，每次我需要你的时候，你得出现在我身边。比如今天回我家见父母的事情，我爸妈对你非常满意，恐怕会隔三差五让你去家里吃饭。你要是一直不露面，会很奇怪。我明白他的担忧，也赞同他的说法。再加上苏建国给我投了800万，接下来不管出于我和他的情侣关系，还是生意合作关系，我都免不了要跟苏家来往密切，拿人钱财，替人消灾，这是最基本的道理。行，没问题，包年就包年。苏青言听到我答应了，瞬间笑开了花，车子很快就开到了滨海传媒大学的校门口。到了，回头见哈。我刚准备拉开车门下车，苏青言突然一把拉住了我的手腕。等等，我们来做些情侣会做的事情吧。我心里咯噔一下。我们来做些情侣会做的事情吧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这小富婆不会想假戏真做吧？没等我反应过来，苏青言慢慢把身子凑了过来，她身上那股淡淡的栀子花香水味越来越浓，精致绝美的小脸离我越来越近。下一秒，她举着手机对着我和她拍了一张无比亲密的自拍。照片里，我们俩的脑袋靠在一起，看起来就像热恋中的情侣一样。好了，她坐回驾驶位，打开微信，编辑朋友圈，把刚才的合照发了出去。文案是：带我的林先生见家长了，往后余生请多指教。我一阵无语，原来这姐妹要拍照发朋友圈啊，白让我紧张了半天。我拉开车门下了车，跟苏青言挥手道别。纯白色的劳斯莱斯缓缓驶离。这个时间正是学生们晚上返校的高峰时段，校门口人来人往。劳斯莱斯的出现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，大家都盯着从车上下来的我，议论纷纷。就在这时，张扬兴冲冲地朝我跑了过来。老林，你可算回来了。咋了？火急火燎的。老林，你藏的也太深了。富婆啊，你啥时候傍上了这么有钱？火急火燎的。老林，你藏的也太深了。富婆啊，你啥时候傍上了这么有钱的富婆？开劳斯莱斯啊？我帮你妹的富婆，别瞎逼逼。别演了，你这一下少奋斗30年了，我都羡慕死了。你想多了，她是我在网上认识的一个姐姐而已，我俩关系很纯洁。纯洁个屁啊！中午那会儿她都叫你亲爱的了，这关系还纯洁？拼多多客服还叫我亲爱的呢，有啥大惊小怪的？那麻辣烫你咋解释？你都带她去吃麻辣烫了呀？吃麻辣烫咋了？别装不知道，6块钱一碗的麻辣烫，13次，滚滚滚！心脏的人看什么都脏。我俩边聊边往学校里走，张扬始终不相信我和苏青言什么都没发生，一直磨叽我。我被他嘟囔的心烦，就提了一嘴我拉到了800万投资，打算创业做短剧。投资人是苏青言的爸爸。张扬听到800万投资，比听到我傍上富婆还要震惊，嘴巴张得能塞进去一个鸡蛋。见我死不承认和苏青言有关系，张扬又把话题扯到了那个韩国交换生妹子身上。老林，你真该死啊！一边坐着富婆的劳斯莱斯，一边跟韩国留学生妹子搞暧昧。你有想过我们这些单身狗的感受吗？他们什么时候跟韩国留学生妹子搞暧昧了？别演了，聊天记录我都看到了，你还说没有？来，你自己看看。我刚开机，手机充了点电，就把我和朴智妍的聊天记录举到了张扬面前。张扬看完之后一阵尴尬。我靠，原来你俩什么都没发生，是我搞错了呀。我俩边聊边走进了男生宿舍，然而我们并没有发现，我们身后不远处有2个女生一直偷偷跟着我们，正是江若曦的2个闺蜜张彤和吴楠楠。刚才我从劳斯莱斯上下来的时候，正巧被吃完饭回来的他们撞见。后来张扬出现之后，他们就跟在后面偷听我俩聊天，虽说只听了个大概，但重要信息全都记了下来。张彤和吴楠楠回到宿舍之后，立刻把听到的信息添油加醋地告诉了江若曦。若曦，我们打听到了，林默和那个开劳斯莱斯的白富美就是姐弟关系，根本不是情侣。对，还有那个韩国留学生妹子，也只是网上聊的网友而已。也就是说，林默现在还是单身。中午从校门口回来之后，江若曦的心情就一直糟糕到了极点，被当众打脸的羞耻感，还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失落感，搅得她一下午都心神不宁。现在听完张彤和吴楠楠的话，她的心情瞬间就好了起来，眼里都有光了。我就说嘛，能开得起劳斯莱斯的女人，怎么可能真的跟他在一起？果然是演的，就是为了气我，让我吃醋。若曦，我觉得林默就是想通过这种方式让你对他回心转意。对，他肯定觉得这样会让你有危机感，之后就能同意和他在一起了。这种男生真的太幼稚了。若曦，我觉得你还是跟他说明白比较好，别让他再做这么幼稚的事情了，简直跟个小丑一样。我也觉得你应该跟他说一下，别让他再白白浪费时间。他再怎么样，你也不会跟他在一起的。江若曦觉得2人说的很有道理，如果不说明白，搞得好像他很在意，吃醋了一样。他可不想让林默产生这种误会。想到这些，江若曦拿起手机，在意，吃醋了一样。他可不想让林默产生这种误会。想到这些，江若曦拿起手机，准备给我发微信说清楚。她想劝我不要再对他执迷不悟，他不会跟我在一起的。她在屏幕上敲了半个多小时，写了一篇长长的小作文，大概意思就是让我认清现实，不要再做这些幼稚的事情引起他的注意。她喜欢成熟稳重的男生，对我没感觉。为了让我死心，她还故意说得很难听。打完小作文，她深吸一口气，点击了发送按钮。
下一秒，屏幕上出现了一个醒目的红色感叹号，下面还有一行小字：对方开启了朋友验证，你还不是他的好友，请先发送朋友验证请求。江若曦瞬间就愣住了，眉头紧紧地皱在一起。他把我给删了。若曦，怎么了？发过去了吗？那个林墨怎么回的？我猜他肯定怂了，现在正疯狂敲字跟你道歉呢。切，道歉有什么用？早干什么去了？若曦，你千万别心软，不管他怎么求你，都别原谅他。对待这种男生就得狠一点，你要是抹不开面子，我俩替你骂他。两人凑过来，准备给他支招，结果一眼就看到了手机屏幕上的红色感叹号，瞬间就沉默了，空气里弥漫着大写的尴尬。人家不仅没有道歉，反手直接把校花给拉黑了。呵呵，其实我早就想拉黑他了，天天缠着我，烦都烦死了。算他有点自知之明。对，估计他知道追你没结果，终于肯主动放弃了。恭喜你啊，若曦，再也不用被他纠缠了。就是，这种心胸狭隘的男生根本不会有什么大出息。江若曦嘴上说着无所谓，手指却死死地攥着手机，指甲都快嵌进肉里了，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了一样，闷得喘不过气，眼眶都红了。男生宿舍302寝室，我和张扬回到宿舍之后，赶紧把手机插上充电器。刚才在车上只充了一点点电，数据线刚插上，手机就不停地震动起来。拿起来一看，是我爸发来的视频通话。白天苏清言来找我奔现的时候，我怎么都联系不上我爸。后来我妈说他跟老战友喝酒去了，合着一直喝到现在。我接通了视频通话，屏幕上没有出现我爸的脸，而是一个醉醺醺的中年男人，是我爸。幕上没有出现我爸的脸，而是一个醉醺醺的中年男人，是我爸的老战友李叔叔。小莫，你好啊。李叔叔晚上好啊。李叔叔，我爸哪儿去了？咋只有你自己呢？你爸在这儿呢。李叔叔挪了下镜头，我爸在一旁醉眼迷离的用手支着脑袋，身体晃来晃去，一看就没少喝。哎我天，李叔叔你可轻点，怪我爸呀，我们爷俩都是一瓶啤酒就上头的量。你爸刚才还跟我吹牛逼呢，说你小子身手嘎嘎好，打遍学校无敌手，10几个人进不了你的身，是滨海市的地下拳王。我本来打算敷衍一下，可一听到我爸又在外面吹牛逼，瞬间就来了精神。虽然不知道能不能成真，但我必须得承认，我爸没吹牛逼，他说的是真的，我确实身手特别好，10几个人根本进不了我的身。我话音刚落，脑海里的系统提示音瞬间就响了。您父亲吹的牛逼已成功兑现，恭喜宿主获得顶级格斗精工技能，附带1000倍已成功兑现，恭喜宿主获得顶级格斗精工技能，附带1000倍不醉体质。我操，还真的可以！原来我爸吹过的牛逼不仅仅局限于冒充我撩妹子。就在我狂喜的时候，视频通话直接被挂了。我看着手机，突然冒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。是不是我想获得什么样的能力，只要让我爸跟别人吹什么样的牛逼，然后我再承认，不就可以了？先让我爸吹一个长生不死的牛逼再说。系统仿佛感知到了我的想法，一道冰冷的提示音瞬间响起：警告，宿主不可诱导，暗示您的父亲吹牛逼，只有宿主父亲发自内心主动吹的牛逼才具备生效资格。宿主使用任何手段导致您的父亲被动吹牛逼，或暗示诱导他人重复您父亲吹过的牛逼，您的父亲将会和您一起原地爆炸。父亲只有一个，望宿主且行且珍惜。好吧，看来这招是行不通了，只能等我爸主动吹牛逼，我被动承认才行。教老爸吹牛逼的路子走不通了，那就先从老爸已经吹出去的牛逼开始。今天在苏家耽误了一下午，接下来我要处理富婆们的上百条未读消息，每一条消息都代表着我爸吹过的一个牛逼，代表着一个新的技能。我满怀期待地扒拉着微信的未读消息，手指刚滑了2下，一条新的好友申请弹了出来，头像是一个戴着面纱的异域美女 ，IP 地址显示在迪拜，昵称是迪拜公主拉娜。验证消息里写着：你好，我是拉娜。你父亲说你是中东王室的御用投资顾问，能帮我实现资产翻倍。我已经到滨海市了，想和你见一面。看到这条消息，我瞬间倒吸一口凉气。我爸的网恋版图竟然都拓展到中东王室了，还直接把人从迪拜吹到了滨海市。与此同时，学校门口的黑暗角落里，几个浑身纹身的壮汉正叼着烟，盯着学校的大门，手里拿着钢管和棒球棍。为首的黄毛拿出手机，看了一眼陈子昂发来的我的照片。兄弟们，目标人物林默，一会儿他出来，直接给我往死里打，打断2条腿。陈少说了，事成之后，1人5万块。我看着手机屏幕上的好友申请，人1人5万块。我看着手机屏幕上的好友申请，人直接妈了。我爸这牛逼都吹到迪拜王室去了，还御用投资顾问，帮人家资产翻倍，他咋不上天呢？老林，你发什么呆呢？走啊，出去买夜宵去，我快饿死了。不去，没看我正忙着呢。忙啥啊？不就是回富婆消息吗？也不差这一会儿。走，陪我出去一趟，我自己不敢去。你一大老爷们儿买个夜宵不敢去？刚才我刷学校论坛，说校门口小巷子里最近有混混堵人，我这小身板挨不住一拳，你身手不是好吗？陪我去一趟。哦，对，我刚获得了顶级格斗精通，正好试试水。行，走吧。我把手机揣进兜里，跟张扬一起出了宿舍，往校门口的小吃街走。晚上10点多，校园里没什么人，校门口的小巷子里只有几家夜宵摊亮着灯。我俩刚走进巷子，身后突然传来一阵脚步声，
前后的路口瞬间冲出来10几个浑身纹身的壮汉，手里拿着钢管和棒球棍，把我俩团团围住。为首的黄毛叼着烟，一脸凶相的盯着我，拿出手机看了一眼，把我俩团团围住。为首的黄毛叼着烟，一脸凶相的盯着我，拿出手机看了一眼照片。你就是林默？是我，怎么了？有人花钱买你2条腿，兄弟，对不住了，要怪就怪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。你们想干什么？我报警了啊！报警？你现在报一个试试，等警察来，这小子的腿早就断了。兄弟们，给我上，往死里打，打断2条腿，1人5万块。黄毛话音刚落，2个拎着钢管的壮汉就朝着我冲了过来，钢管带着风，直奔我的腿砸过来。老林小心！我丝毫不慌，身体下意识地侧过身，轻松躲过了钢管，反手抓住其中一个壮汉的手腕，微微用力，只听咔嚓一声，壮汉的手腕直接被我掰断，钢管哐当一声掉在了地上。啊，我的手！另一个壮汉愣了一下，挥着钢管又冲了过来，我抬脚一脚踹在他的肚子上，他整个人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飞出去3、4米远，撞在墙上，直接晕了过去。前后不到2秒钟，2个壮汉直接废了，剩下的人全都愣住了，手里的家伙举在半空，不敢往前冲了。愣着干什么？一起上！他就一个人，怕个屁！剩下的10几个壮汉吆喝着一起冲了上来，钢管和棒球棍乱挥，我身形一闪，在人群里穿梭，每一拳一脚出去，都有一个人倒地惨叫。顶级格斗精通的技能已经完全刻进了我的骨子里，这些街头混混的花架子，在我眼里跟慢动作一样，全是破绽。不到1分钟，10几个壮汉全躺在了地上，哭爹喊娘的，没一个能站得起来的。黄毛手里的棒球棍哐当掉在了地上，脸吓得惨白，双腿直打哆嗦，扑通一声就给我跪下了。大哥，我错了，大哥饶命，我有眼不识泰山。谁让你来的？是陈少，陈子昂让我们来的，他给了我们10万块定金，让我们打断你的2条腿，还要拍视频给他。陈子昂倒是挺有本事，还学会雇人打人了。大哥，我就是个拿钱办事的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您大人有大量，放我一马吧。滚，回去给陈子昂带句量，放我一马吧。滚，回去给陈子昂带句话，想玩我奉陪到底。再搞这些下三滥的手段，下次断的就不是他手下的手了，是他的。好，我一定带到。谢谢大哥，谢谢大哥。黄毛连滚带爬的带着手下的人屁滚尿流的跑了，巷子里只剩下我和张扬，还有满地的钢管和棒球棍。张扬站在原地，嘴巴张得能塞进去一个拳头，眼睛瞪得溜圆，整个人都石化了。走了啊，买夜宵去。老林，你刚才也太帅了吧！10几个人啊，1分钟全干翻了。你什么时候这么能打了？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身手好，打遍学校无敌手。我以为你吹牛逼呢，没想到是真的。你简直是我的神！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大哥。少贫嘴，买夜宵去。我俩买完夜宵回到宿舍，张扬还在不停地念叨刚才的场面，跟个迷弟一样。我懒得理他，拿起手机点开了那个迪拜公主的好友申请，我点了通过，刚加上，对方的消息就秒发了过来。你好，林默先生。申请，我点了通过，刚加上，对方的消息就秒发了过来。你好，林默先生，我是拉娜，很高兴终于加上你的微信了。我已经到滨海市了，住在帆船酒店，不知道你明天有没有时间？我想和你见一面，当面聊聊投资的事情。你父亲跟你说的？是的。你父亲跟我说，你是中东王室的御用投资顾问，之前帮我们王室精准预判了原油价格的走势，赚了几十亿美金，还说你对全球的大宗商品交易有独一无二的预判能力。我爸这牛逼，吹的是越来越没边了，还几十亿美金，他咋不直接说我是中东石油大亨呢？但我转念一想，有系统在，怕什么？没错，你父亲说的都是真的，我确实能精准预判国际原油价格的走势，对大宗商品交易也有自己的判断。我消息刚发出去，脑海里的系统提示音瞬间就响了。您父亲吹的牛逼已成功兑现，恭喜宿主获得国际大宗商品交易顶级预判能力，附带阿拉伯语母语及精通、蒙氏礼仪精通，全球金融市场内幕信息实时同步权限。一瞬间，无数关于原油、黄金、期货的专业知识，全球各个交易所的交易规则，甚至中东各个王室的关系网，全都涌入了我的脑海里。现在的我对国际大宗商品走势的判断，比华尔街最顶尖的分析师还要精准。太好了，那林默先生，我们明天上午10点在帆船酒店的顶楼行政酒廊见面，可以吗？可以，明天见。刚跟拉娜聊完，苏青言的微信电话就打了过来，我接起电话。喂，林默，你在干嘛呢？刚回宿舍，准备吃夜宵。跟你说个事，我爸明天中午在家里摆了个局，请了几个投资圈的大佬，特意让我叫你一起过来吃饭，顺便跟大佬们认识认识。明天上午约了个客户，中午可能赶不过去。客户？什么客户啊？迪拜来的，想跟我聊聊投资合作的事情。迪拜？你什么时候认识迪拜的客户了？你什么时候认识迪拜的客户了？我爸给我介绍的。叔叔也太厉害了吧，连迪拜的资源都有。那正好，我明天上午开车去接你，陪你一起去见客户。完事了，我们一起回我家吃饭，不耽误。行，那明天见。挂了电话，
旁边的张扬直接凑了过来。迪拜，老林，你都把业务做到迪拜去了，还是我爸给你介绍的？叔叔也太牛了吧！基操5、6。第二天上午9点半，苏青言的劳斯莱斯就停在了男生宿舍楼下。我换了一身干净的休闲西装，下楼上了车。哇，你穿西装也太帅了吧！见客户总得正式点。对了，这个迪拜的客户到底是什么来头啊？迪拜王室的公主拉娜。苏青言一脚刹车，差点踩下去。公主，迪拜王室的公主，你没跟我开玩笑吧？没开玩笑，今天就是跟她见面聊投资合作的事情。我的天，叔叔到底是怎么认识迪拜王室的人？聊投资合作的事情。我的天，叔叔到底是怎么认识迪拜王室的人的？也太神通广大了吧！苏青言平复了半天心情，才重新发动车子往帆船酒店开去。一路上，他都在偷偷瞄我，眼里的欣赏和好奇越来越浓。半个小时后，车子停在了帆船酒店门口，门童恭敬地过来拉开车门。我和苏青言一起下了车，走进了酒店。顶楼的行政酒廊已经被拉娜包了下来，整个酒廊里只有一桌客人，一个穿着高定长裙、戴着精致面纱的异域美女坐在靠窗的位置，身边站着2个穿着黑色西装的保镖，还有一个戴着金丝眼镜、西装革履的男人。看到我们进来，拉娜立刻站起身，摘下面纱，露出了一张绝美的脸，深邃的眼眸，高挺的鼻梁，精致的五官，带着浓浓的异域风情，比电视上的好莱坞女星还要漂亮。林默先生，你好，我是拉娜，很高兴见到你。拉娜公主，你好，我是林默，这位是我的朋友苏青言。拉娜公主，你好，两位请坐。我们坐下之后，服务员恭敬地端上了咖啡。拉娜身边的那个金丝眼镜男一直用审视的目光盯着我，眼里满是不屑和质疑。林默先生，我这次来中国主要就是为了见你。我父亲跟我说了很多关于你的事情，他说你是他见过的对原油市场预判最精准的投资顾问。最近国际原油市场波动很大，我们王室手里有大量的原油持仓，一直不知道该怎么操作，想听听你的建议。拉娜话音刚落，旁边的金丝眼镜男就开口了：公主，恕我直言，您未免太草率了。我是华尔街顶尖投行的首席分析师，也是公主的专属投资顾问，在原油市场深耕了10几年，我都不敢说能精准预判走势。他一个20岁的大学生，怎么可能做到？我看他就是个骗子，专门骗你们这些不懂投资的人的。你说话注意点，谁是骗子？难道不是吗？一个还没毕业的大学生说自己能预判原油价格走势，说自己是中东王室的御用投资顾问，这话骗小孩子还行，在我面前就是班门弄斧。你在华尔街待了10几年，就这点本事？你说什么？我说你在华尔街待了10几年，连原油市场的基本逻辑都没搞懂，也好意思叫首席分析师？我不懂，我管理的基金规模超过10亿美金，每年的收益率稳定在20%以上。你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子，也敢说我不懂？20%的收益率就值得你这么骄傲了？我随便做一单原油期货，收益率都比你1年的高。大言不惭，你要是真有本事，那你现在就说说今天的原油价格会怎么走，涨跌多少，什么时候到高点，什么时候到低点。你要是能说准了，我当场给你磕头认错；你要是说不准，就给我滚出这个酒廊，别再出来骗人。周先生，注意你的言辞。没事，既然他想赌，那我就陪他玩玩。今天是周三，纽约原油期货上午10点到那我就陪他玩玩。今天是周三，纽约原油期货上午10点到12点会震荡下跌，跌幅0.8%。12点到下午2点会触底反弹，涨幅1.2%。下午2点半会有突发消息出来，欧佩克会宣布减产，原油价格会瞬间拉升，涨幅超过3%，全天累计涨幅3.4%左右。简直是胡说八道！你以为你是谁？欧佩克的主席吗？还知道欧佩克要宣布减产？我告诉你，欧佩克下个月才会开减产会议，今天根本不可能有任何消息，还精准到涨跌幅度和时间点。你要是能说准，我不仅给你磕头认错，我还当场辞职，永远退出投资圈。好，那我们就等着看。我端起咖啡，慢悠悠地喝了一口，丝毫不慌。红荔枝眼给我的信息绝对不会出错。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周明宇一直盯着电脑上的原油行情走势，脸上的嘲讽慢慢变成了错愕，然后变成了震惊。不可能，怎么可能？真的在跌，跌幅正好0.8%，一分不差。12点整，原油价格正好跌到了我预判的点位，然后开始触底反弹，到下午2点，涨幅正好1.2%，跟我说的分毫不差。周明宇的额头已经冒出了冷汗，手都开始抖了。苏青言和拉娜也一脸震惊地看着电脑屏幕，眼里满是难以置信。下午2点半，行情软件突然弹出一条重磅新闻：欧佩克临时召开会议，宣布紧急减产。新闻弹出的瞬间，原油价格直线拉升，瞬间暴涨3%。到收盘的时候，全天累计涨幅正好3.4%，跟我预判的一分不差。整个酒廊里一片死寂，周明宇瘫坐在椅子上，面如死灰，整个人都傻了。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说？不可能，
这绝对不可能！你怎么可能预判的这么精准？你一定是提前知道了内幕消息，一定是。欧佩克的内幕消息你都拿不到，我一个大学生怎么拿到？还是说你在华尔街待了10几年，连最基本的行情走势都看不明白？10几年连最基本的行情走势都看不明白，只会找借口。刚才你说的，我要是说准了，你就磕头认错，辞职退出投资圈，怎么想不认账？周先生，从今天起，你被解雇了，你不再是我的投资顾问了。公主，你不能解雇我，连一个20岁的大学生都比不过，我留着你还有什么用？你可以走了。2个保镖上前，直接把失魂落魄的周明宇架了出去。酒廊里只剩下我们3个人。林墨先生，你太厉害了，比我父亲说的还要厉害。我决定了，我个人给你的短剧项目投资5000万美金，另外，我们王氏手里的20亿美金的闲置资金全部交给你打理，盈亏我们自负，给你20%的利润分成。5000万美金，20亿美金的资金管理权。我也愣了一下，我把这牛逼吹出去，竟然直接给我吹来了20亿美金的管理权，还有5000万美金的投资。没问题，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，林墨先生。晚上我在酒店摆了晚宴。没问题，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，林墨先生。晚上我在酒店摆了晚宴，想请你和苏小姐一起参加，顺便把合作协议签了。不好意思，晚上我约了苏小姐的父母吃饭，下次吧。没关系，那我们改天再约。跟拉娜告别之后，我和苏青言走出了帆船酒店，坐进了车里。苏青言还没从震惊中回过神来。林墨，你到底还有多少惊喜是我不知道的？20亿美金的资金管理权，你眼睛都不眨一下就接下来了。基操而已。我现在终于相信，你之前跟我说的那些全都是真的，根本不是吹牛。苏青言说着，慢慢凑了过来，离我越来越近，呼吸都打在了我的脸上，眼神里带着浓浓的情意。林墨，我好像真的喜欢上你了。就在我愣神的时候，我的手机突然响了，是我妈打来的，我赶紧接起电话。喂，妈，怎么了？小莫，你快管管你爸爸，他又跟人吹牛逼了。他又吹什么了？他跟他那帮老战友喝酒，说你是国内顶尖的黑客，什么系统都能黑进去，连银行的系统都能随便进，还说你帮网安部门破了好多大案，人家网安大队的队长都要亲自来请你去讲课。我靠，我爸这牛逼是越来越行了，还黑银行系统，这是能随便吹的吗？就在这时，系统的提示音又响了。检测到宿主父亲主动吹出新的牛逼，宿主是否承认？承认即可获得顶级黑科技术精通，附带网络安全最高权限。我操，这也能行？虽然有点行，但是技多不压身啊。妈，我爸没吹牛逼，他说的都是真的。您父亲吹的牛逼已成功兑现，恭喜宿主获得顶级黑科技术精通，附带网络安全最高权限。一瞬间，无数的代码知识、黑客技术、网络攻防技巧，全都涌入了我的脑海里。现在的我只需要一台电脑，就能黑进世界上99%的系统。真的假的？你爸喝了点酒，说话没个谱，你可别跟着他一起胡闹，黑银行系统可是犯法的。妈，你放心吧，我有分寸，不会乱来的。挂了电话，苏青言一脸好奇地看着我。叔叔又吹什么牛逼了？没什么，说我是个顶尖黑客。真的？那你是不是什么都能黑进去？理论上是这样。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又震了一下，是张扬发来的微信，还附带了一个学校论坛的链接。老林，你快看学校论坛，有人发帖子黑你，说你是软饭男，靠女人上位，还说你骗富婆的钱，现在帖子都炸了。我点开链接，学校论坛的置顶帖子，标题是震惊，滨海传媒大学软饭男林墨靠脸傍富婆，骗财骗色，大家避雷。帖子里把我和苏青言的合照，还有我从劳斯莱斯上下来的照片全都发了上去，还添油加醋的说我是个穷学生，专门骗有钱的照片全都发了上去，还添油加醋的说我是个穷学生，专门骗有钱的女人，靠女人吃软饭，甚至还说我同时跟好几个富婆搞暧昧，骗人家的钱。帖子下面的评论已经有几千条了，好多不明真相的学生都在跟风骂我，还有人把我之前追江若曦的事情也扒了出来，说我追不到校花就去傍富婆，恶心至极。怎么了？脸色这么难看？有人在学校论坛发帖子黑我，说我是软饭男，靠你上位。谁这么大胆子？肯定是陈子昂干的，除了他，没人会干这种下三滥的事情。除了陈子昂，应该还有别人。我眼神一冷，顶级黑客技能已经开始运转，我只需要一台手机，就能瞬间查到发帖人的 IP 地址，还有所有的信息。我不仅要查到发帖人，还要让陈子昂还有所有想黑我的人付出惨痛的代价。我拿着手机，手指在屏幕上飞速敲击，顶级黑客技能已经完全激活，哪怕只是一部普通的手机，在我手里也变成了顶级的黑客设备。我只用了3秒钟，就黑进了学校论坛的后台，发帖人的 IP 地址、注册手机号，所有的信息全都一清二楚的出现在了屏幕上。果然是张彤，江若曦的好闺蜜。后台的发帖记录里
不仅有张彤的账号信息，还有他和陈子昂的聊天记录，全都是陈子昂给他提供的照片和文案，让他在论坛里发帖黑我，甚至还承诺事成之后给他10万块钱的好处费。又是陈子昂，还有这个张彤，之前就天天在若曦面前嚼舌根，没想到竟然干出这种事。想玩阴的，那我就陪他们玩到底。我手指再次飞速敲击，直接把陈子昂和张彤的聊天记录，还有他之前雇人打我的转账记录、黄毛的口供视频，全都打包，用匿名账号发到了学校论坛里，还直接抵制了。帖子一发出去，瞬间就炸了，评论区1秒钟几10条的刷新。卧槽，反转了！原来是陈子昂雇人发帖黑人家，还雇人打人，太恶心了吧！之前骂错了，对不起林墨大佬。张彤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为了10万块钱就造谣，江若曦不会也参与了吧？之前他就被林墨当众打脸，肯定怀恨在心吧。不到10分钟，整个学校怀恨在心吧。不到10分钟，整个学校论坛就彻底反转了。之前骂我的人，全都反过来骂陈子昂和张彤。张彤的个人信息，还有班级宿舍，全被网友扒了出来。他直接注销了论坛账号，躲在宿舍里不敢出来。江若曦也看到了论坛的帖子，当他看到张彤和陈子昂的聊天记录时，气得浑身发抖，直接冲到张彤的床位前，把手机摔在了他的脸上。张彤，你疯了吗？谁让你发帖子黑林墨的？谁让你跟陈子昂勾结的？若曦，我是为了你呀。他当众让你下不来台，还把你拉黑了，我就是想让他身败名裂啊。为了我，你这是在害我。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，别人会怎么看我？我江若曦还不至于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。从今天起，我们绝交，你别再叫我闺蜜，我丢不起这个人。江若曦说完，转身就跑出了宿舍，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。她心里说不清是委屈还是后悔。她拿出手机想重新加回我的微信，却发现我早就设置了禁止任何人添加。车里苏青的微信，却发现我早就设置了禁止任何人添加。车里苏青言看着论坛里的反转，笑得合不拢嘴。林墨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3秒钟就黑进后台，反手就把他们锤死了。机操乌六。对了，刚才你跟阿姨打电话，叔叔说你是顶尖黑客，原来不是吹牛啊，是真的。我爸吹的牛逼，从来都不是吹牛。苏青言看着我，眼里的情意越来越浓。他慢慢凑过来，轻轻地握住了我的手，他的手软软的，带着淡淡的栀子花香。林墨，上午我说的话是认真的，我真的喜欢你，不是因为你帮我应付家里，是我真的对你动心了。我的心跳也漏了一拍。苏青言长得漂亮，有钱有能力，性格也好，说不动心是假的。我知道。那你愿意做我真的男朋友吗？不是假扮的那种。就在我准备开口的时候，我的手机又响了，是我爸打来的。我只好先松开苏青言的手，接起了电话。喂，爸，怎么了？儿子，你给爸长脸了。刚才我跟老战友们喝酒，他们都听说你跟迪拜王室合作了，都羡慕坏了。爸刚才跟他们说了，我儿子不仅会投资，会鉴宝，还是个芯片天才，手里有国产芯片的核心技术，能搞定7纳米的国产芯片，打破国外的垄断。他们一个个都惊呆了。我靠，我爸这牛逼，吹到国家战略层面了。7纳米国产芯片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就在这时，系统的提示音瞬间在我脑海里响起。检测到宿主父亲主动吹出新的牛逼，宿主是否承认？承认即可获得顶级芯片设计与制造全流程核心技术，附带国内顶尖半导体实验室独家使用权。我操，这也能行？这可是解决卡脖子问题的核心技术啊！爸，你说的没错，我确实有7纳米国产芯片的核心技术，已经研发成功了。您父亲吹的牛逼已成功兑现，请吹的牛逼已成功兑现，恭喜宿主获得顶级芯片设计与制造全流程核心技术，附带国内顶尖半导体实验室独家使用权。一瞬间，无数关于芯片设计、光刻技术、晶圆制造、封装测试的核心技术，全都涌入了我的脑海里。那些国外垄断了几10年的技术壁垒，在我眼里变得一清二楚。现在的我完全有能力实现高端芯片的100%国产替代。好儿子，爸就知道你厉害。行了，爸不跟你说了，我继续跟老战友们喝酒去。挂了电话，苏青言一脸震惊地看着我。芯片，7纳米国产芯片，林墨，你连这个都会？略懂。我的天，你到底是个什么神仙啊？鉴宝、投资、格斗、黑客，现在连芯片都懂，你还有什么是不会的？生孩子不会，其他的基本都会。苏青言被我逗笑了，一拳轻轻打在我的胳膊上。基本都会。苏青言被我逗笑了，一拳轻轻打在我的胳膊上，眼里的爱意都快溢出来了。很快，车子就开到了云顶1号别墅区。苏青言带着我走进了别墅，客厅里已经坐了5、6个人，全都是滨海市投资圈的大佬。苏建国坐在主位上，旁边坐着一个中年男人，国字脸，不怒自威，正是盛虹集团的董事长陈子昂的爹陈宏斌。陈子昂也坐在旁边，看到我进来，眼神瞬间变得怨毒，但又不敢表现出来，只能死死地攥着拳头。小莫来了，快过来坐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林墨，我女儿的男朋友，也是我最近投资的短剧项目的创始人。在座的大佬们全都齐刷刷地看向我，
眼神里带着审视和质疑。毕竟我太年轻了，才20岁，一个大学生能有什么本事？哦，你就是林默啊！我经常听我家子昂提起你，果然是一表人才啊。陈总过奖了。不过年轻人还是要脚踏实地一点，不要总想着走捷径。傍富婆靠女人上位是走不长远的。陈洪斌的话音刚落，客厅里的气氛瞬间就冷了下来，苏建国的脸色也沉了下来。陈叔叔，你说话注意点。林默是我男朋友，不是什么傍富婆，他的能力比你家陈子昂强100倍。哦，能力，我倒想听听，一个还没毕业的大学生能有什么能力？难不成还能比我们这些在商场上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的人厉害？能力不敢说，但至少我不会让我家公司靠骗投资来消化库存车，也不会教我儿子雇人打人、造谣抹黑，干这些下三滥的勾当。陈子昂瞬间就站了起来。林默，你他妈胡说八道什么？子昂，坐下。林默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说。你说我家子昂雇人打人、造谣抹黑，你有证据吗？证据当然有。我拿出手机，把陈子昂雇人打人的转账记录、黄毛的口供视频，还有他和张彤的聊天记录，全都投屏到了客厅的大屏幕上。在座的大佬们看完之后，全都看向陈洪斌，眼神里满是鄙夷。陈洪斌的脸一阵红一阵白，尴尬的要死，狠狠地瞪了陈子昂一眼。逆子，你干的这些好事，爸，我是被他逼的。闭嘴，还嫌不够丢人吗？老陈，孩子教不好，早晚会出大事的。我看你还是多管管你家儿子吧。是，苏总说的是，回头我一定好好教训他。陈洪斌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眼里满是怨毒。很快，保姆把菜端了上来，大家落座吃饭。酒过3巡，大家就聊起了当下的投资风口，聊着聊着就聊到了半导体芯片行业。现在芯片行业真是被国外卡脖子卡得太难受了，高端芯片全靠进口，7纳米以下的技术，人家根本不卖给我们，太难了。是啊，国家投了几千亿进去，都没搞出什么名堂。这东西技术壁垒太高了，不是一朝一夕搞出什么名堂。这东西技术壁垒太高了，不是一朝一夕能搞定的。可不是嘛，我们盛虹集团之前也想投半导体，结果调研了半年，根本搞不定。这东西不是我们这些民营企业能玩得转的。说句不好听的，国内现在根本没人能搞定7纳米的国产芯片，至少10年之内不可能。10年？我看不用。我一句话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。哦，林默，听你这意思，你能搞定？没错，7纳米的国产芯片我已经搞定了，核心技术全都是100%国产，完全自主可控。此话一出，整个餐厅瞬间鸦雀无声，所有人都一脸难以置信地看着我，像是在看一个疯子。林默，你吹牛也不打个草稿，7纳米国产芯片，国家投了几千亿都没搞定，你一个20岁的大学生说你搞定了，你怕不是喝多了吧？小林啊，你这个男朋友未免也太能吹了吧？芯片这东西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小莫，你说的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，我不仅搞定了7纳米的芯片，连3纳米的技术路线我都已经规划好了。陈总刚才说国内没人能搞定，那是你没见过，不代表没有。好，既然你说你搞定了，那你拿出证据来啊！你把技术资料拿出来给我们看看。要是你真的能拿出7纳米芯片的核心技术，我陈洪斌当场给你磕头认错，我们盛虹集团给你投100个亿。要是你拿不出来，你就给我滚出滨海市，永远别再出现在我们面前。好，我跟你赌了。我拿出电脑，连上了大屏幕，手指在键盘上飞速敲击，把7纳米芯片的核心设计图纸、光刻技术方案、晶圆制造流程、封装测试技术全都投屏到了大屏幕上。这些技术资料每一项都是国际顶尖水平，完全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。在座的大佬们虽然不是芯片领域的专家，但也都是商场上的老油条。一看这些资料的专业程度，就知道绝对不是瞎编的。苏建国立刻给自己的老朋友、国内顶尖的半导体专家、中科院的李院士打了个电话，把屏幕上的资料拍照发了过去。不到10分钟，李院士的电话就打了回来。电话里，李院士的声音都在发抖，激动的不行。老苏，这些资料是谁搞出来的？这绝对是世界级的技术，我们搞了10几年都没突破的技术壁垒，竟然被人全搞定了。你快让这位天才接电话，我要立刻见他。我接过电话，跟李院士聊了几句，把技术的核心细节跟他说了一遍。李院士越听越激动，当场就要坐飞机来滨海市见我，还要跟我合作，建国内最顶尖的半导体工厂。挂了电话，整个餐厅彻底炸了，在座的大佬们全都站起身，纷纷过来跟我握手，眼神里满是敬佩和讨好。林先生真是年少有为啊，我们公司愿意给您投50个亿，您随便开条件。李先生，我们公司有现成的工厂，随时可以给您用，我们只要10%的股份就行。陈洪斌瘫坐在椅子上，面如死灰，整个人都傻了。他怎么也不敢相信，我一个20岁的大学生，竟然真的搞定了7纳米的国产芯片。陈总，刚才你说的
我要是拿出技术，你就给我磕头认错，还投100个亿，怎么想不认账？我林墨，你别太过分了，过分！你爹自己跟我打的赌，愿赌服输，有什么过分的？老陈，愿赌服输，这是商场上的规矩，你不会想坏了规矩吧？林先生，刚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我给你道歉。100亿的投资，我们盛虹集团投了，道歉就免了，磕头就更不用了。至于投资就不必了，我的芯片项目不缺投资，更不缺你盛虹集团的投资。还有，管好你儿子，再让他来找我的麻烦，下次就不是这么简单了。陈宏斌的脸一阵红一阵白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我的麻烦，下次就不是这么简单了。陈宏斌的脸一阵红一阵白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陈子昂也低着头，连屁都不敢放一个。饭局结束之后，大佬们纷纷跟我交换了联系方式，一个个都抢着给我投资，我全都婉拒了。别墅里只剩下我和苏青言，还有苏建国夫妇。小莫，你真是给了我太大的惊喜了。芯片这个事，你可是给国家立了大功了。是啊，小莫，你真是太厉害了，我们家妍妍能找到你，真是她的福气。妈，你说什么呢？苏青言的脸瞬间就红了，偷偷的瞄了我一眼，眼里满是爱意。小莫，芯片这个项目，苏氏集团给你投200个亿，占股10%就行，剩下的全给你当研发资金，你看怎么样？苏叔叔，钱的事好说，不过这个项目我想拉着国家一起做，毕竟是卡脖子的技术，还是要以国家为主。好，有格局，叔叔支持你。你需要什么资源，苏氏集团全都给你兜底。聊完之后，苏青言送我回学校，车上苏青言再次握住了我的手。林墨，现在你可以回答我上午的问题了吗？你愿意做我真的男朋友吗？我愿意。苏青言瞬间笑开了花，直接扑进了我的怀里，唇瓣贴在了我的唇上，车里的气氛瞬间暧昧到了极点。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突然疯狂地震动起来，微信里几十个未接语音通话，全都是我爸给我聊的那些富婆发来的，还有一条新的好友申请，头像是一个穿着军装的女人，昵称是龙祖秦岚。验证消息里写着：林墨先生，你好，我是龙祖特种部队的队长秦岚，我们接到上级通知，想和你聊聊芯片技术的事情。另外，你父亲说你是国内顶尖的兵王，一个人能单挑我们整个特种大队，我们想跟你切磋一下。我看到这条验证消息，瞬间倒吸一口凉气。我爸这牛逼都吹到部队里去了，还单挑整个特种大队，他是真敢吹啊！检测到宿主父亲主动吹出新的牛逼，宿主是否承认？承认即可吹出新的牛逼。宿主是否承认？承认即可获得顶级兵王精通技能，附带枪械、格斗、驾驶、飞行全项顶级能力。我爸这牛逼都吹到龙祖头上了，不过有系统在，怕什么？不就是单挑特种大队吗？没错，我爸说的都是真的，我确实有单挑整个特种大队的实力。您父亲吹的牛逼已成功兑现，恭喜宿主获得顶级兵王精通全项技能，附带战场生存、特种作战、极限体能全维度拉满。一瞬间，无数特种作战技巧、一招制敌的格斗杀招、极限体能掌控方法，全都刻进了我的骨子里。现在的我比龙祖最顶尖的兵王还要强，别说一个特种大队，就算是3个齐上，我也能轻松拿下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点了通过好友申请，刚加上，对方的消息就秒发了过来。你好，林墨先生，我是秦岚。关于芯片技术的事情，上级非常重视，我们想和你当面聊聊。另外，你父亲说你是国内顶尖的兵王，能单挑，我们想和你当面聊聊。另外，你父亲说你是国内顶尖的兵王，能单挑我们整个特种大队，我们队里的小伙子们都不服气，想跟你切磋一下。可以，时间地点你们定。明天上午9点，滨海市城郊龙祖训练基地，可以吗？可以，明天见。挂了聊天框，旁边的苏青言凑了过来，脑袋轻轻靠在我的肩膀上。谁啊？龙祖？龙祖特种部队的队长想跟我聊聊芯片的事情，顺便跟我切磋一下。切磋？他们要跟你打架？我爸跟人吹牛逼，说我能单挑整个特种大队，人家不服气，想试试手啊。那你行不行啊？他们可是正经特种部队，都是上过实战任务的狠角色。你男人行不行？你还不知道？苏青言的脸瞬间红透了，一拳轻轻打在我的胸口，娇嗔的白了我一眼。没个正形，不过你可千万小心点，别受伤了。放心吧，不会有事的。第二天一早，苏青言开车送我到了城郊的龙祖训练基地。门口的哨兵验过我的身份之后，立刻进了个标准的军礼，放我们进去了。训练基地的操场上，几十个穿着迷彩服的特种兵正在进行近身格斗训练，个个身材挺拔，眼神锐利如鹰，浑身都透着一股久经沙场的杀伐之气。看到我们进来，全都齐刷刷的看了过来，眼神里满是审视和毫不掩饰的不服气。一个穿着同款迷彩服，身高1.75米左右，短发利落，五官英气飒爽的女人，大步朝我们走了过来，正是秦岚。林墨先生，你好，我是秦岚。秦队长，你好。这位是？你好，我是苏青言，林墨的女朋友。你好，林墨先生，咱们先去会议室聊聊芯片的事情，还是先切磋一下？这帮小子，听说你能单挑我们整个大队，
都憋着一股劲儿，磨了我一晚上了。先切磋吧，聊完正事就没心思陪他们玩了。我话音刚落，旁边的特种兵们瞬间就炸了，一个个摩拳擦掌，眼里的怒火都快溢出来了。队长，这小子也太狂了，让我来会会他。我来，我倒要看看他有什么本。让我来会会他。我来，我倒要看看他有什么本事，敢说单挑我们整个大队。安静，林墨先生，你确定要一个人跟他们所有人打？我们这里可是有30个顶尖特种兵，个个都有实战经验。确定，一起上吧，省时间。此话一出，全场哗然。30个特种兵，个个都是兵王级别的人物，我竟然让他们一起上，这在他们眼里简直是天大的侮辱。好，既然林墨先生这么有底气，那你们就一起上，点到为止，不许下死手。是，队长。30个特种兵瞬间散开，围成了一个密不透风的圈，把我死死围在了中间，个个摆出了实战格斗架势，眼神死死地锁定我，浑身的肌肉都绷到了极致。林墨，小心点。放心，我话音刚落，最前面的2个特种兵就一左一右地朝我冲了过来，拳头带着破风的声响，直奔我的面门和胸口，速度快到出现了残影。我身形微微一侧，轻松躲过了2人的攻击，反手2拳精准打在2人的肋骨软处，2人瞬间就失去了战斗力，捂着肚子蜷缩在地。2拳精准打在2人的肋骨软处，2人瞬间就失去了战斗力，捂着肚子蜷缩在地上，连惨叫都发不出来。剩下的28个特种兵看到这一幕，瞬间都愣住了，他们没想到自己队里的顶尖高手竟然连我一招都接不住。别愣着了，一起上吧！剩下的特种兵们怒吼一声，齐齐冲了上来，拳脚从4面8方朝我招呼过来，封死了我所有的退路。我丝毫不慌，顶级兵王的技能完全爆发，身形在人群里灵活穿梭，每一拳一脚出去，都有一个特种兵倒地，没有一个人能接得住我一招。不到3分钟，30个龙族顶尖特种兵全都躺在了地上，疼得龇牙咧嘴，没一个能站得起来的。而我连大气都没喘一口，衣服都没乱半分。整个训练场上一片死寂，秦岚站在原地，眼睛瞪得溜圆，满脸的难以置信，手里的保温杯都差点掉在地上。我的天，这怎么可能？30个龙族顶尖兵王，3分钟不到全被放倒了，他到底是什么人？林墨，你太厉害了！我拍了拍身上的灰，走到秦岚面前。秦队长，切磋完了，现在可以聊正事了吧？现在可以聊正事了吧？林墨先生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您太厉害了。客气啦。我们走进了基地的会议室，秦岚给我介绍了旁边的几个穿着正装的人，都是工信部、中科院的核心领导，还有军方装备部的负责人。林墨先生，久仰大名，你的芯片技术资料我们已经反复核验过了，简直是划时代的突破，为我们国家解决了卡脖子的大问题啊！林墨先生，国家愿意给你最大力度的支持，资金、场地、人才、政策，你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，只希望这项技术能完全国产化，顺利落地投产。各位领导放心，这项技术我本来就打算交给国家，实现100%国产替代，彻底打破国外的技术垄断。会议室里瞬间响起了热烈的掌声，所有领导都站起身，挨个跟我握手，眼里满是敬佩和感激。我们聊了整整1上午，最终敲定了完整的合作方案。国家出资500亿，和我联合成立国芯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，我占股51%，拥有绝对控股权。我占股51%，拥有绝对控股权，全权负责技术研发和生产落地。国家给予全方位的政策和资源支持，承诺3个月内建成国内第1条7奈米芯片全产业链生产线。聊完正事，已经是中午了。秦岚非要留我们在基地食堂吃饭，我婉拒了，和苏青言一起离开了训练基地。林墨，你真是我的英雄。怎么突然这么说？你不仅有本事，还有家国情怀。换做别人，有这么顶尖的技术，早就只顾着自己赚大钱了。你却想着交给国家，打破国外的垄断，我真的太为你骄傲了。钱我要赚，国家的事儿我也要管，毕竟我是中国人。苏青言看着我，眼里的爱意浓得快要溢出来，凑过来轻轻吻住了我的唇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的人生彻底开了挂。短剧项目上，我用红荔枝眼预判的未来爆款题材拍摄的第1部竖屏短剧，重生之我爹吹的牛逼全成真。上线7天，充值流水就破了2个亿，直接登顶全网短剧榜第1，成了短剧行。上线7天，充值流水就破了2个亿，直接登顶全网短剧榜第1，成了短剧行业的天花板。后续接连推出的10几部短剧，步步爆火，直接垄断了整个短剧赛道。芯片项目上，在国家的全力支持下，仅3个月，国内第1条全自主可控的7奈米芯片生产线就顺利建成，第1批国产芯片成功下线，性能完全对标国际顶尖水平，价格却只有进口芯片的1半，瞬间引爆了整个半导体行业。国外的芯片巨头股价连续暴跌，垄断了几10年的技术壁垒被我彻底打破。和迪拜王室拉纳的合作也顺利落地，5000万美金的投资全部到账，20亿美金的托管资金，在我的操作下，3个月就实现了40%的盈利。拉纳对我更是佩服的五体投地，直接把家族的100亿美金闲置资产全都交给我打理。我爸吹过的那些牛逼，我也挨个兑现。他跟老战友说我是国内顶尖神医，能治好各种疑难杂症。我承认之后，直接获得了顶级中医加西医精通技能，治好了无数被医院判了死刑的患者，成了国内最抢手的神医。他跟人说我是顶级厨神，做的菜比米其林3星大厨还好吃。我承认之后，直接获得了全球顶尖厨艺精通，随便做一道菜
都能让人回味无穷。而那些我爸用我照片聊的上百个富婆，也都成了我的深度合作伙伴，有的给我的项目投资，有的跟我合作拓展业务，个个都对我佩服得五体投地，没人再提当初网恋的事情，都成了我人生路上的贵人。陈子昂和陈宏斌父子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陈子昂因为雇凶伤人、诽谤造谣，被判了3年有期徒刑；盛虹集团因为偷税漏税、违规操作，被相关部门立案调查，直接破产清算。陈宏斌也因经济犯罪被判了10年。父子俩最终在监狱里团聚了。江若曦也彻底活在了悔恨里。她看着我从一个曾经追在她身后的舔狗，变成了身价1000亿，连国家都高度重视的行业大佬，每天都活在无尽的自责里。她无数次想找我，想跟我道歉，想重新跟我在一起，但她连我的面都见不到，只能在学校里看着电视上新闻里关于我的报道，默默流泪，为自己当初的傲慢和偏见付出了惨痛的代价。半年后，滨海市最大的体育中心举办了年度商业盛典，我成了年度最年轻的商业领袖，站在了最高的领奖台上，台下坐着无数商界大佬、政界领导，还有满眼都是我的苏青年。林默先生，请问您这么年轻就取得了这么举世瞩目的成就，有什么秘诀吗？秘诀谈不上，主要是我有一个好爸爸。台下瞬间响起了一片善意的笑声和热烈的掌声。我爸总跟我说，男人不能说不行，要敢想敢干。他吹过的每一个牛逼，我都把它变成了现实。以前他以我为荣，现在我以他为荣。台下再次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，经久不息。苏青年坐在台下，看着台上闪闪发光的我，眼里满是骄傲和藏不住的爱意。盛典结束之后，我带着苏青年回了家，我爸和我妈早就做好了满满一桌子菜，等着我们回来。好儿子，真是给爸长脸了，今天爸高兴，陪爸喝2杯。爸，你忘了我千杯不醉，你喝不过我。嘿，你小子，爸跟你说，我昨天不醉，你喝不过我。嘿，你小子，爸跟你说，我昨天跟老战友们喝酒，又跟他们吹了个牛逼。你又吹什么了？我说我儿子明年就要跟苏家丫头结婚，后年就能让我抱上大胖孙子，3年抱俩。我和苏青年对视一眼，都忍不住笑了。苏青年的脸瞬间红透了，害羞地低下了头。检测到宿主父亲主动吹出新的牛逼，宿主是否承认？爸，你说的没错，明年我就和青年结婚，后年就让你抱上大胖孙子，3年抱俩。丁，您父亲吹的牛逼已成功兑现，祝您和苏青妍小姐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。窗外的烟花突然炸响，绚烂的烟花照亮了整个夜空。我紧紧握住苏青年的手，看着眼前笑得合不拢嘴的爸妈，心里满是安稳的幸福。我爸吹了一辈子牛逼，以前别人都笑他爱吹牛，不切实际，现在所有人都羡慕他，羡慕他有我这么一个儿子。而我的故事才刚刚开始，只要我爸敢吹，我就敢把他吹过的所有牛逼全都变成现实。